在刚刚过去的 WWDC 2026上，苹果宣称这次终于把 Siri 做成了一个真正的 AI 助手。但我看完整场发布会，其实几乎没有任何惊喜，因为苹果在台上卖力展示的很多能力，Claude Cowork、Codex，还有其他 AI agent 已经在真实工作里做到了，有些地方甚至做得比苹果的 demo 更深、更稳定。所以最大的问题不是苹果做错了，是它来得太迟了。华尔街也给出了诚实的回答。发布会当天，苹果股价收跌大约1.9%，第二天继续跌了3.6%，收在$290左右。两天的股价当然不能证明新 Siri 很差，但市场的反应至少说明了一点：大家已经不愿意再为苹果的 AI 承诺提前买单。苹果必须先交付一个可以真正的用的东西，资本市场才会再谈估值。先快速过一下这次 WWDC， 除了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还更新了 iOS 27、iPadOS 27、macOS 27、watchOS 27和 visionOS 27。界面、系统应用、儿童安全、设备协同、开发者工具都有不少调整，部分变化会直接改善日常体验，部分是在为接下来的硬件和服务铺路。如果把 Apple Intelligence 拿掉，这些更新依然足够构成一场正常的开发者大会。今天的苹果不缺成熟的操作系统，也不缺渐进式功能更新，所以投资者、开发者和用户真正关心的是，当计算平台开始被生成式 AI 重新定义，苹果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参与下一轮竞争？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2年前，2024年，苹果第一次系统介绍 Apple Intelligence。当时最吸引人的并不是生成图片，也不是改写邮件，而是新版 Siri 的3个能力：理解个人上下文、看懂屏幕内容，在不同 App 之间执行操作。比如，你可以让 Siri 从邮件里找出航班信息，从短信里确认接人的时间，再结合地图判断是否来得及。你不需要自己打开3个 App， 也不用把背景重新解释一遍。这个想法在当时很有吸引力，可问题在于，最重要的功能没有按计划交付。到了2025年，苹果承认相关功能需要更多时间。对市场来说，问题比延期本身更严重，那就是苹果打破了自己长期建立的产品信用。过去的苹果很少提前展示一个没有准备好的核心产品，但 Apple Intelligence 的关键 demo 在发布以后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变成用户手里的功能。所以 WWDC 2026的第一项任务是补交2年前的作业。这一次，苹果终于拿出了更完整的 Siri AI， 它可以进行连续对话，从邮件、信息、照片和日历中寻找个人信息，在 App 内执行操作，也可以调用在线知识。Siri 还有了独立应用，并且把对话延伸到 iPhone、iPad、Mac、Vision Pro 和 CarPlay。这些能力终于接近苹果在2024年描绘的样子，但时间差改变了它们的意义。2年前，它们代表苹果对个人 AI 的设想；到了2026年，它们代表苹果终于兑现了迟到了2年的承诺。回到发布会，回到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真正想做的并不是复制一个 ChatGPT， 它想让 AI 进入操作系统的每一层。个人上下文是这套系统的基础。一个聊天机器人知道世界上发生过什么，但它不知道你的机票藏在哪封邮件里，也不知道家人刚刚发来了哪个地址。苹果的设备里已经有这些信息，只要模型获得合适的权限，并且能准确理解它们，很多查找、整理和输入的步骤都可以被省掉。然后是屏幕理解和 App Actions，AI 不只回答问题，还能完成任务。它可以从聊天记录里识别约会时间，加入日历，检查是否冲突，也可以看懂屏幕上的商品、地点和文字，然后继续搜索、翻译或者采取行动。苹果同时强调端侧处理和 Private Cloud Compute， 简单任务尽量留在设备上，需要更大模型时才调用云端资源。这才是 Apple Intelligence 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 WWDC 上，苹果官方证实，全新 Apple Intelligence 的底层核心技术是深度融合了 Google Gemini 的大模型能力，而非完全自主研发的模型。当然，苹果手里也确实有别人很难复制的筹码，它有庞大的活跃设备，有自己的芯片，有操作系统入口，有 App 生态，还有用户长期保存在设备里的个人信息。这些资产让苹果拥有一条不同的产品路径。OpenAI、Anthropic 这些模型公司的主要入口通常还是一个聊天窗口，苹果的入口可以是相机、邮件、浏览器、日历、地图、通知，甚至 CarPlay。
用户不需要知道背后调用了哪个模型，他只会发现过去要做5步的事情，现在2步就完成了。苹果甚至不一定需要拥有能力最强的通用模型，普通人不会因为某个模型在基准测试里高了几分，就换掉每天使用的软件。他们会因为手机能准确找到一份文件，记住一个约定，整理一次沟通，或者替自己完成重复操作而产生依赖。如果苹果能把足够好的模型、个人上下文和系统操作稳定的组合起来，它仍然有机会把 AI 变成普通人的默认能力。但时间已经不站在苹果这边了。2024年很有辨识度的路线，到了2026年已经没有多少新意。多模态对话、个人数据检索、屏幕理解、跨 App Agent、云端同步，已经成为整个行业都在推进的方向。Google 在把 Gemini 放进 Android、Workspace 和搜索。OpenAI 在扩展 Codex 和自己的 Agent 平台。Anthropic 的 Claude Cowork 已经可以访问用户授权的文件夹，读取、修改和创建文件，再把多个步骤连成一个完整任务。如果你已经用过 Cowork 或 Codex， 再回头看苹果的演示，会有一种很明显的落差。苹果展示的是从邮件里找信息、理解上下文、调用工具、修改内容，连续完成几个步骤。而 Cowork 和 Codex 已经可以进入真实工作目录，阅读大量材料，拆解任务，调用工具，修改文件，运行命令，检查结果，再把完成的工作交回来。苹果交付的是一个发布会上的 demo， 另外一边的 AI 巨头们已经进入了工作流。当然，这不是完全公平的横向评测。Cowork 和 Codex 主要面向桌面工作和软件工程， Siri 面向手机、汽车和个人设备。手机上的权限、安全要求和容错标准也远比一个受控工作目录复杂，但这个差异无法替苹果解决时间问题。苹果拥有更好的系统入口，却没有更早把它做出来。竞争对手没有苹果的硬件生态，反而先让用户体验到了 Agent 真正完成任务是什么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场发布会没有惊喜。苹果展示的并不是未来第一次出现的能力，而是别人已经验证过，苹果终于开始补齐的能力。现在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苹果说自己不需要追求最强模型，这到底是清晰的产品战略，还是模型能力不足之后的解释？目前还不能下结论。如果一个较小的模型已经能稳定完成用户最常见的任务，苹果当然没有必要为了排行榜无限投入。但如果模型经常误解个人上下文，或者调用错误工具，系统整合只会把错误放大。聊天机器人答错一句话，用户可以忽略。系统级助手如果发错信息，改错日历，选错联系人，后果完全不同。所以接下来要看的是新版 Siri 真正的表现。发布会接受后 ，iPhone 上已经能看到 iOS 27开发者 beta 版了，7月中旬放 Public Beta 版，9月份正式版。The Verge 对开发者 beta 的早期测试显示，新 Siri 的部分个人上下文能力确实可以工作，它能从邮件中提取信息，把内容加入日历，再结合已有上下文回答问题。这至少证明，苹果这一次不只是播放概念视频，部分关键能力已经进入可以被外部测试的产品阶段。但是，开发者 beta 距离正式版还有一定的距离，苹果给出的时间表也不算激进。新一代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从2026年秋季开始陆续推出 ，Siri AI 要到2026年晚些时候才先以英文上线，其他语言不同地区都有门槛，所以它依然是一项已经发布但不能马上完整使用的产品。这就解释了华尔街为什么仍然谨慎。巴克莱银行认为这些更新有价值，但都不是颠覆性的，用户很难有明显推动换机。摩根士丹利给出了相反判断，他们认为大量旧设备无法支持 Apple Intelligence， 反而可能推动一次很大的升级周期。经媒体转述，他们估算不兼容的 iPhone 可能达到 8.5 亿部，并把苹果目标价从330美元上调到360美元。两种判断关注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如果 Apple Intelligence 足够有用，硬件门槛会推动换机；如果功能只是可有可无，硬件门槛只会缩小用户规模。苹果目前还没说明 AI 究竟要怎么赚钱。虽然 AI 能靠用户换机、购买高配硬件和订阅服务来拉动利润增长，但同样也会推高模型训练和云端推理的成本。所以 WWDC 之后的股价下跌，更像是市场拒绝提前定价。市场没有否定新 Siri， 也没有说苹果在 AI 赛道上永远落后，
大家只是不愿再为尚未兑现的功能和增长叙事支付太多溢价。最后说下我的判断，苹果的 AI 战略可能是对的，设备、芯片、操作系统、App 生态和个人数据，让它比多数公司更接近真正的个人助手，但苹果执行的太慢了。2年时间对于 AI 赛道是一个太长的周期。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一期视频，你就会想起来 Anthropic 在短短52天内发布了74个产品。苹果在2026年重点宣传的任务能力 Cowork、Codex 和其他 Agent 产品已经在真实工作里做得更深，因此 WWDC 更像一次止血。苹果证明自己没有退出 AI 竞争，也开始修复过去2年损失的信任。它没有翻盘，也没有重新成为领跑者。发布会上的 demo 已经不值得单独加分。接下来只看3个东西：真实可用率、覆盖速度，以及用户会不会因为这些能力愿意买个新 iPhone。你觉得苹果只是迟到了，还是它已经错过了最重要的窗口？欢迎聊聊你的判断。